你們好哈。那這是今天的3張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點呢，你可以按下暫停。如果你已經選好了號碼，記得在留言區做一個更強的連結哈。那不囉嗦，我們就開始嘍。來，我們現在來從選擇第1號牌的朋友開始講哈。一樣也是10張牌，10張牌會交錯重疊組合起來講這個脫單的題目的面向哈。來。其實這整張牌一打開的時候，其實我已經看得到，它其實已經出現在你的生活範圍裡面的。現在應該還算在邊緣而已，還沒有完全進去。但是我覺得它已經在你的視野範圍裡面了，只是還沒有成為這一個脫單的主角。因為有的時候脫單，它這一個題目啊，它其實不是它今天的這一個脫單的題目，它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呢，而是你慢慢會發現生活裡面開始出現了一個人，然後讓你有點想靠近，他也想靠近你，但是這份關係還有很多的迷霧哈，所以不太敢太快的下定義。我覺得這組牌的能量是漸進式的，慢慢的去，能量都偏隱晦可是有往前行，有輸送，能量有在流動，可是節奏比較慢，它沒有衝刺性的，好像一切都還在一個開端裡。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關於你你的心啦，從這幾張牌看起來是已經準備好了。其實你不用太擔心，心已經準備好了，只是你在理智上面還是會有一些猶豫。猶豫什麼？愛情出現的時候有沒有往前走？舊的感情好像也還有一點捨不得，不想全部放下。因為一旦進入新的愛情的時候，好像舊的感覺就全部切斷那種還在思考失去遺憾，然後某種舊關係的意義還存在，這些還有一些小拉扯那這個能量出現在金幣7跟聖杯8的逆位在這裡了這2張牌典型的意義是在講說，我知道要往前走了，但是還有一點捨不得的一個組合啦。它代表你的情感上面還是有一些停滯的一段時間了可能你以前過去的一些戀情啊，已經失去意義了，但是你的各種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東西還沒有完全抽離那個舊的情緒模式你也許會不自覺的拿舊的愛情、舊的人的影子模式去比對新的出現的人，然後或是在遇到新的人的時候，會突然想說，我是不是又要重蹈覆轍舊的？這個很正常，很人性。當之前的愛情有100%投入之後，都會有這樣子的影子跟隨啦。不用太自責，這個很人性這個沒有關係。所以當塔羅在今天這幾張牌的訊息裡面的時候，有在告訴你一件事情是，你其實不是沒有準備好啦而是怕浪費時間，因為所有的愛情都還是要再從頭來過去過的地方可能要再去，然後生活節奏要再重新拼湊這樣。那金幣7的人呢通常都很努力的經營自己啦，會有穩定的生活節奏只是內心太習慣掌控一切的事情都要照自己的進展，然後掌握一定的結果這樣。那聖杯8的逆位則是在提醒你有的時候離開舊的感覺、舊的情緒，並不是真的走開，而是心裡允許新的情感進入那今天這個命定的脫單時間，就是要從你不再逃避，不再逃避進入新的感情，然後不再逃避面對，你可能要離開舊的情緒，要進入新的感情的這一刻的分野開始。那命定的對象的能量的話，我覺得他其實也在努力的學習一份靠近啊。從女祭司牌、金幣4者的出現，代表對方其實是一個觀察型的人。會在行動之前先確定他所在的位置、所在的環境是否安全有沒有穩定各方面。也就是說，他可能也喜歡你，可是他會觀察很多的感覺，就是說這份愛情對他來講是安全的嗎？而且他其實會比你想象中的再更內向然後只是外表看起來更加的理性冷靜，可是內在其實是非常細膩的，甚至有一點容易讓人家感覺到他是蠻害羞的一個人我覺得他會用很多的小動作去測試你，比如說用網絡上傳一些小訊息給你或是你一些限動 po 文之後，他會回應來展開一些話題。
我覺得他展開話題只是要展開這個對話框，但是他沒有要繼續往深的地方聊，沒有要聊很多。或是他有察覺自己對你的喜歡，可是他還在我們剛剛前面講的要確定安全的這個感覺上，所以他只是會刻意的只在你的附近環繞，但他沒有要真的往裡面走去。金幣四者的能量讓他變得觀察愛情變得很務實，他不會很誇張的表達情緒，但是女祭司會讓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內在心裡的一個熟悉感。這份熟悉感不是你跟他認識已經很久了，而是那一種能量上有一個即視感。他可能第一次看到你，可是就覺得你和別人不一樣，但又覺得說你好像有某些性格、樣子、形狀、剪影、形體、具象的感覺，都讓他覺得他好像在哪裡見過，可能在夢裡，可能在想象裡這樣。那這一種即視感，女祭司給的這個即視感，其實讓他反而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的害怕哦，因為他會投射出舊的感情的重蹈覆轍的心情哦，所以他其實有在試着要靠近你，只是他沒有辦法用那種很衝動的立刻破題的方式。他希望這份距離還是保持在他能維持的一個安全感下面，慢慢的靠近。他沒有完全不動，他有在靠近，可是這個展開的方式也沒有關於快跟慢，而是他一直在尋找比較安全的距離。哦，那兩個人的距離來說，其實是越來越近的啦，但是還是有被一些現實的框架所阻擋或限制吧。譬如金幣一跟隱士牌這邊的組合其實很有意思哦。他在講說，金幣一代表一個現實中的新的開始，所以他有可能會有他自己對你的實際的邀約，或是創造給你對話的機會。可是隱士牌的能量又在他內心定義了一種我需要自我保留，我需要再更多的觀察，不要走得太快這樣。所以這兩張牌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意味着說你們之間的連結其實有慢慢的在實體化，有慢慢的在實行，有慢慢的在實踐，有慢慢的變成真正的連結，不是一種一直在附近徘徊，然後永久的保持這個距離，只追求一種安全感，不往前走，不會。因為它這兩張土能量很強的牌，一個作為起始點，一個作為內心的邀約跟探索，你們的關係不會只到這裡啦，一定會有很多的互動，會越來越多，尤其是在生活上面的組合。可能回到現實生活面上的話，如果是在工作上遇到的話，就會有更多的互動，更多的在工作環境的對話。如果是在學校，或是去上課程，或是去運動那種有學習的空間的話，也會有非常多的話題可以讓你們產生互動。他會一直找到這種跟生活、實際生活面有關的話題去找你互動，他不會把自己真的拉遠，只是他會慢慢探索出那一種讓他覺得比較安心、安全的方式。所以你應該要差不多感覺到，你最近常常遇到同一個人，然後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段會遇到，或者是看到，只是雙方都還沒有明說，可是雙方都已經在判斷彼此的節奏跟步調有一點接近跟雷同了。因為隱士牌的能量，除了他那邊所謂的有所保留觀察，你這邊其實也有受到隱士牌的能量的影響。你雖然想要被愛，然後跟他一樣，其實也很害怕陷入的太快。兩個人都一樣，怕自己投入了太多之後會像之前一樣受傷了，所以不如都不要動，就不會感受到受傷的重複。因此，如果以客觀的角度再來看你的話，你的能量其實現在有比較呈現一種平靜，而且其實有點難接近的感覺。但其實那是你在保護自己的方式。不過相反的，對方其實也差不多。我覺得這個土能量你們兩個是共享的。然後宇宙在這裡抽出了金幣一，有一點點想要破壞一些圍欄圍籬，然後他是要告訴你們，其實新的起點已經在眼前了。它就是一個沒有上鎖的小門，它有點像是牧場，就是養牛啊、養羊啊、養一些動物的那種圍欄圍籬，它是有門，可是這個門只是有一點點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那個概念，那個門就是推開就可以進去的這種門。金幣一在告訴你說，你們之間的門就是這樣，
而已，它只是一個儀式上的開門而已，它沒有真的要阻擋你們。所以金幣在告訴你們說，其實新的起點就在眼前，愛情靠近的時候，感覺靠近的時候，你們是否願意打開那個門，讓兩個人的關係變得比較靠近？好，其實是沒有很難的。那如果要講到你們兩個相遇遇到的話，應該會有一些徵兆了，因為有些朋友可能到現在還沒有感覺到有這樣的人在附近，或是他在附近，但是確實還很遠。所以這邊有一些相遇的徵兆，我覺得會從彼此的好奇心開始，因為從權杖侍者啊、寶劍侍者啊、聖杯侍者三個侍者牌都出現的時候，這代表什麼？互動要開始。交流會開始，好奇心會開始，而且都是最初步的第一步的開始。這三張牌組合起來，很明顯在講什麼？剛開始認識的這個階段。所以你們的故事不是從那一種蹦出火花的一瞬間開始的，而是從頻繁的對話、頻繁的互動、頻繁的觀察。一開始應該就是以朋友的方式相處，可是這個朋友的友好程度的進展應該蠻快的哦。一張一張來講的話，權杖侍者會代表說，對方應該會主動出擊，但不會太明顯哈。他可能會他會對你主動做比較多的互動啦，可能是網絡上的傳訊息啊，傳好笑的東西也算哈，或是一起參加某些活動的時候，他會刻意坐在你附近跟你閒聊，這樣。他會聊一些很平常的，可能講別人的八卦，講現場的事情，這樣就閒聊。他只是想要創造跟你比較多的互動，這是權杖侍者的能量。那到寶劍侍者的時候，我覺得這張牌就變得比較有一點點嘴硬，好，就是他可能故意跟你開玩笑，可能會用一種挑釁的抬槓的方式，然後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點輕率、草率、輕浮。可是其實他是已經可以用理性的方式去掩飾他每次跟你對話的時候的緊張，所以你不用太介意，那個只是他還是想要留在你身邊跟你多說話的一個怎麼表演吧。那再來聖杯侍者的話，比較像是說他內心的情感早就已經被啟動了啦，因為聖杯侍者講的是說在曖昧期的最前期，他開始會對你有一些柔軟的想象、柔軟的想法，想要照顧你，想要多了解你，可能已經想象過跟你兩個人一起去逛什麼地方散步啊什麼的哈，然後一直邊散步邊聊天，聊了好幾個小時啊，去找地方坐下來的，他已經想過跟你獨處的一些畫面了啦。其實很有趣的是，三張侍者牌同時在10張牌裡面出現，暗示這個人哈，其實比你想象中的內心在更年輕，他內心更有少年、年輕人、未滿18歲的心，所以他的行為跟表現方式，主要是因為他這個很年輕的概念，所以他可能都會有點小粗糙，不是很完美，有點小冒失。但是那一份可愛，可能已經到了出社會或者成年人身上的時候，少了非常多的東西，他都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能量通常代表一種其實你們兩個應該都在差不多的時間點開始注意到彼此。你們两個人的起始點其實差不多，也就是說，他其實不是單方面注意到你，你也某種程度上已經被他吸引了，只是你還沒有完全確認，或是你有感覺到，但是你沒有想承認。因為3張侍者牌同時出現還蠻難得的。再來月亮牌的逆位，月亮牌出現到逆位了，表示月亮牌所帶來的那個迷霧跟神秘感現在正在散開。因為剛好月亮牌就出現在第10張哈，我覺得他這邊在象徵某種你們內心的過去的不安啊、懷疑跟混亂的情緒，應該有找到解方，或是有找到思考的 bug， 然後已經有點覺得自己能夠鬆開了，所以你可能會發現你最近的直覺可能比以前更清楚，讓你開始比較能分辨出想象中的對象跟真實能陪你的人之間的一個差別。所以這張牌也常常在我們所謂的命定的關係的這種題目裡面出現了。因為怎麼講，宇宙常常讓你準備遇到那一個你要遇見的人的時候，通常前面的第一個步驟就是你內心的阻擋在你內心看清楚自己想法的那個迷霧正在散去。所以月亮牌逆位常常會在這種
你內心開始清明的能夠看到那個人之前，他會跑出來，因為你開始不再用過去的模式去選擇你要跟誰在一起，你會開始用比較接近自己、比較平實、質樸的自己去產生某種魅力，去吸引到人，而不是那一種特別光芒萬丈的狀態去吸引人。它是一種很平鋪直敘的內在的吸引力。然後，可是這個先行就是你好像有比以往的更清楚自己想要的對象是什麼的時候，這迷霧散去的時候，你就會比較用平常心啦。其實這邊在講就是平常心，迷霧散去之後，你會回到一種比較平常心的一個狀態。那月亮牌這邊還是要提示你一下哈，有的時候愛情比較靠近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但是千萬不要逃避自己內心真實的渴望啊。也許以前的事情會成為你某一些害怕跟恐懼，但是你內心的渴望，也許那個能量的直覺更強。不要逃避它，不要去找一些，譬如說以前的事情的借口，然後拿來當成理由，告訴你說我還是不要接近好了，太過度保護自己這樣。因為有的時候宇宙好不容易把能量在你比較好的狀況的時候把它拉進來。其實你可以認真的面對，其實新的愛情進來的時候，無論你在舊的感情裡面受到的一些傷害，或是新建立起來一些防備，可是新愛情進來的時候，你還是要認知到自己內心其實還是想要一種穩定，跟人在一起生活、分享生活細節的一份關係了。而這個人呢，那個金幣侍者的能量，其實有帶來某種理性跟溫柔的能量，所以他其實正在慢慢的走到你的路上。走到靠近你的路上，為什麼是慢慢的走到靠近你的路上？因為這一段時間其實要讓你趕快去面對自己內心真正的渴望，跟整理自己，還有讓你的心的迷霧散去。當它出現的時候，月亮牌的逆位的能量，跟它這個時間軸就已經開始展開了。但是我覺得還是不要急，因為這組牌的那個土能量很多，它其實沒有在追趕你，沒有在催促你要趕快，它其實在邊走邊等你。你好了就好了，好了再開始也可以哦。所以整個脫單的命定的這個主題來說的話，這個開端它確實不是一個爆炸式的，而是慢慢的靠攏。以現在的時間軸來說，如果你的能量範圍是一個圈圈，它才剛進入最外側，應該是這樣，但應該才剛進入最外側，然後以比較慢的步伐往圓心走來，所以整副牌其實完全沒有看到什麼極端的火風能量的催促，而是這個命定時間也沒有突如其來的要爆炸出一些很特別的事件。我覺得它比較像是冬天結束了進入春天的那種氣溫。它這段時間的像春天一樣，然後要進入到夏天前。冬天要變到夏天前，氣溫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加溫，它不會一下子，它花了2個月、3個月才慢慢的進入到夏天的氣溫。所以你跟他的關係比較像是說，每天都比昨天多一點點的溫度，每天都多1度，因為宇宙安排的是要讓這個關係是穩定生成、穩定成長，成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然後你們開始互動，開始制造一些事件，關鍵事件，有回憶的事件，然後有共同的經驗，然後累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情感就自然有自己的轉折點了。所以金幣1跟3張侍者牌同時出現的時候，其實它有一個很特別的結合，就是說你的新戀人會在你的生活裡面的很實際的方式出現。因為3張牌出現的，它就表示它很全方位，它是一個基本上是完全準備好去創造一個你們認識的開端。可是因為3張牌都出來了，它變成某種融合，它就變成是一種很輕巧的、輕柔的，慢慢的進入到你生活。它其實甚至已經在你生活裡面了，而你們2個其實都還沒有確認出，其實這是有愛情的成分。直到你們2個開始有對話，開始有一些需要的事情，只能
互相邀約彼此，就是說你們的對話，比如說可能要去看一個展覽，就可能在你們之前的一些網絡傳訊息的對話的時候，發現你們有這個共同興趣，所以就變成有這個邀約。邀約的時候，可能就有2-3個小時、3-4個小時是有一直在對話，然後就會創造出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有共同的事件，共同的對話、共同的經驗，然後一次一次這樣子之後，你們的關係會從這種慢熟型的愛情節奏裡面，朋友、可對話的朋友、無話不談的朋友，慢慢的彼此被內在的個性其中的什麼，對人生價值的堅持啊，對於生活的細節的注重啊，對於感情的認真啊，這些東西都開始有接觸到、討論到的時候，彼此才會慢慢的有那個吸引力出來。然後這個吸引力的本質跟它的格調比較像是安安靜靜的體貼，安安靜靜的讓彼此卸下戒心這樣。所以我們今天要談到說他脫單的時間，我覺得他不會有一個明確的時間，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是，他已經在你的範圍裡面出現了。只是他從出現到你們關係變得比較好，互動比較頻繁的話，可能他會在這個3個月有很多的我們剛剛講的創造很多共同的經驗，然後也許會加快進入更好的關係哦。然後只是如果你開始有感覺到有一個新的人到你的生活裡，就開始穩定的保持互動，然後慢慢的制造彼此的默契。然後如果你真有感覺到互相的喜歡的話，先不要說破，因為可能我們剛講的那個共同經驗的累積還沒有厚實到會進入到情感的選擇點這樣。其實我覺得這整組牌的訊息也算講得很清楚了哈。其實宇宙其實已經有把它丟到你的範圍裡面了，所以你現在要開始想好自己是不是已經準備好要去接受一個要慢慢靠近的人了。那從這幾張牌來說，因為太多的侍者牌了，我覺得他已經突破了你防備愛情的最外部圈的那個防備，他已經在很多的工作圈、生活圈、學習環境，甚至你的朋友圈裡的朋友裡面，他已經走進來了。那他不是你幻想中或是夢境裡面的那一個愛情的剪影，他是一個真實的人，一步一步往你這邊走來。同樣的你也在因為他走來這個路上，你也在慢慢的靠近他的原型。只是你們兩個有沒有確定到正在尋找彼此？然後這一組牌有一個小提示，就是說，這個人出現的時候不會那麼明顯發現他，可是當有感覺到跟某個人有特別感覺的時候，記得不要太用力，慢慢的就好了。因為這一組它確實是一個要很輕盈、很慢的走過來，它很像走在某種很薄的紙、很薄的膜上面，要慢慢的走，輕輕的走，每一步都要輕盈的走，不要太用力，他就會走到你們越來越看清楚彼此，發現彼此的重要性的那個位置。好，這組真的是不能急。然後再看一下這全部的結合來說的話，還有沒有一些重複的或是提示的哈？我覺得在2個人剛開始要遇見的時候，或是剛開始他看到你的時候，或是你看到他的時候，那個權杖侍者跟寶劍侍者的能量會強化起來。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他其實會真的會比較主動，他會主動找理由接近你這樣。所以你開始發現有同一個人比較常找你去參加什麼小事情、大事情，找你去搬東西，找你問問題然後找你去參加什麼活動，就算只是找你去外面閒聊、咖啡廳散步什麼之類的，都是寶劍侍者跟權杖侍者的能量。他那邊他很自然的覺得這些事情他只想找你，然後在這個找你的過程之中，他其實也在練習接近一個他心裡知道他想接近的那個人。他跟你一樣，都還是有一種對於舊感情的挫敗所帶來的那一種新感情無法一次就放感情進去的這一種節奏，跟你差不多。然後2個人，或是他會先出現一種，他是不是喜歡我？我是不是表現得太明顯？我是不是有讓他發現我喜歡他？這種他的節奏會比你快很多。然後只是這整組牌月亮牌出現在最後面，所以你們要在比較多的關係之中，他內心會比較發現說，
好了，我其實已經知道自己喜歡這個人了，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再慢一點。所以當你有發現這個人喜歡你的時候，其實他已經喜歡你好一陣子了，時間已經很久了。如果你再回顧他從第一次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其實你會發現他已經在試着花很多努力在跟你相處了。如果你已經發現的時候，記得回應要好一點，也不用特別去讓兩個人的關係就立刻跳到更好的那個階段，慢慢的就好了因為這個月亮牌的逆位，這個迷霧散的也沒有很快。如果有一點太催促要往前，也許會不小心碰到兩個人都對於愛情的防備的那個東西，就兩個人突然就彈開了。要慢慢的，你可以被動一點。被動的給一點回應，這樣，而不是完全被動啦，而不是說所有的邀約都靠他邀約你才要回應，你可能他的1-2次邀約你就再邀他一次啊，或是網絡上的對話都不要他自己開話題啦，他可開話題之後，你想到什麼你也可以問他，只是不一定要跟他的次數跟數量是一樣的，大概就3次回一次，3次回一次這樣，不要讓他完全處在一種等待你回應的狀態。或是一直想辦法去創造的狀態，那這個關係的進展就會變得比較很自然又比較熟悉，但是也不要太多，就差不多就好了。一直處在那一種有點感覺到你們兩個好像不只是朋友，可是還是先是朋友這個狀態就好了。因為女祭司跟隱士牌的能量仍然還在這整個狀態的背景裡，她要什麼？她要慢慢的熟成這個關係。因為土能量在這組牌的能量實在太多了，它是一個需要慢慢熟成的。跟你想不想要讓它加快沒有關係，因為能量的流動，我必須說，它可能需要你們慢慢的熟成比較好，因為你們內在可能身心靈各方面、生活的習慣、對話的內容，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靈魂，好像還在自己確認很多東西，確認很多東西之後，它必須要去產生一種很關鍵性的默契啦。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真的定義這10張牌，我覺得他在講說，不用急着去確定這份關係，要讓關係自己長大，這樣就好了。那聖杯8的逆位這邊其實也在提示說，不要逃避自己內心真實的那一個想法啦。所以過去可能遇到喜歡的人就會想逃，然後很怕失去，然後很怕被比較，很怕自己不夠好。其實經歷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其實你現在已經不是以前你還在剛失去愛情那個樣子了。現在的你已經可以用比較成熟的方式去建立一段關係，不要用猜的，不要用去推敲的。成熟的方式就是慢慢的相處，用實際的相處，讓它變成接近是長久的相處的這個關係。從慢慢的熟悉，變成是一種習慣，變成是一種可信賴、可依賴的某種關係，他就會慢慢的進入到脫單的那一個關鍵點，就是可以確定愛情關係，就慢慢的就好了。只是內心還是要常常提醒自己說，不要太逃避關係越來越走近的這個狀態因為你每一次的推開，可能就要再花很多的力氣再重新靠近了。而且你每次推開，不知道又退回了多遠。所以這10張牌整組看起來的話，新戀人出現的訊息，其實我覺得很穩定。如果真的他已經在你的邊界出來的話，他往你這邊靠近的速度跟距離，其實只會慢慢的縮短，不會再往後退，因為中間好像沒有什麼任何的阻礙。真正要最大的阻礙就是兩個人對於愛情的仍然還有一些防備心，但我覺得很正常，也很人性。你有一天會突然發現說，你想防備的時候卻沒有那個力氣，因為已經互相突破了。不要讓那些過去愛情所創造的脆弱啊、猶豫啊，或是以前的混亂，再來帶來到一個新的內容裡、新的關係裡，因為故事線是完全不一樣的。只是在人性面好像很類似，可是你能處理的方式跟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即便你照原本的方式處理，結果也是會不一樣的。不如去好好的享受所有的新的可能性。好，那這就是1號牌的朋友哈，我覺得1號牌很順啊。如果你喜歡1號牌的朋友，這節奏慢，他已經慢慢靠近。節奏慢，可能就這3個月會有一些發展進展。你大概敏感的感覺到，你就發現有一個很明確的人正在靠近你，他在創造很多跟你相處的機會。好，那這樣我們一起樂觀期待吧。謝謝你來聽哦，祝福你。來，我們來看選到第2張牌的朋友哈，一樣是10張牌，10張牌會有交錯組合了哈。然後我看一下這些組合裡面重要的是什麼哈。
不過我一看到這10張牌的時候，我大概看到一個訊息了哈。它這裡比較像是說，你近期人生應該會有一個被迫改變的事件要開始啊。也就是說，它會有一個重生感，就是當你以為所有的感情都關上門的時候，它就要出現了。那我們來一個一個來看。我覺得從權杖9的逆位跟塔牌的逆位的時候，我覺得舊的防禦正在崩潰了。我覺得你可能最近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對愛情好像提不起勁，覺得自己正在被很多的能量耗盡。因為權杖9是一種我努力撐到現在了，可是還是覺得好累的這一種訊號跟能量。而塔牌的逆位正在說，你現在這一個撐了很久的這個能量正在結束。因為宇宙啦它的原則跟它的方向感，它不會讓我們用防禦的心態、防禦外界能量到來的心態，跟懷疑未來的心態去面對整個我們所處的環境的宇宙的能量的到來。換言之，就是宇宙不打算讓你用防衛心跟猜忌、質疑的心去看待愛情，所以有些人是被推着前進的，而你就是這樣。就是如果你還在這種懷疑跟防衛的心在這裡的時候，宇宙還是會用其他的能量跟其他的故事線，或其他你旁邊的故事線推着你離開這個位置。很多時候，其實我們不用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才會強調說，你要自然而然的去順着自己坦然跟自在的感覺往前走。因為能量它有自己的路徑，只是你 ABCDE 不知道哪一條路徑是你現在正在走的。可是 ABCDE 在宇宙能量的概念上來說，它是慈悲的、有愛的、有智慧的，有分析過的、有往勝利的方向走去的。它有這個，它有要走進美的核心的，它的能量是這種核心去往那邊走去的。只是如果你帶着防禦跟懷疑的心態在，你仍然會在其中一條線往前走，只是速度的問題。速度的問題，它就很像你走手扶梯啦，你走到那一個向上的，可是你往下走，你還是能前進，但是速度的問題。那你就是現在在這個狀況裡面，權杖9的逆位就在講這個，可是塔牌的逆位給你了一個不錯的答案，就是要結束了，要結束了。所以，與其你讓這個速度進到新的未來、新的愛情的階段，速度變慢，你不如就順着塔牌的逆位的破碎跟重建的力量，直接進入到新的位置。所以我們才說，這整組牌一開始我們就先看到一個訊息，就是說有一種被迫改變的能量在出現了哈。所以呢，如果要真的講一些事件的話，可能會有一些比較物理性的事件啊，搬家、新工作的到來、新工作的邀請，這都是比較大的啦，這個都是位移的。還有一種是小位移的，就是位置移動的位移，意外的聚會，還有生活節奏的變動。生活節奏變動就可能是說，你原本都是7點起床，或者什麼時候要先去運動，幾點上班，幾點做飯這些。可是近期有一些特別的事情進來了，可能你有參加一些課程，還有你可能反正有別的時間表進來了，生活節奏的變動會出現。那還有一種最神秘的感覺，就是可能有陌生人經過到你的生命裡面，然後沒有對話，沒有互動，只是擦肩而過。可是你可能會有一個瞬間的訊息是，這個人怎麼很熟悉，但他又不是我已經認識過的人，好像在哪裡見過這樣。因為這種瞬間的即視感啊，就是塔牌的逆位，還有死神的能量交替的時候的一個徵兆。它不是代表毀滅，而是宇宙正在替你拆除一些情感的防衛線。怎麼拆除？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些，有一些位移的變動，有陌生人擦肩而過的時候，突然找到你的防衛心的那一個裂縫，你突然心裡一閃而過，說好像在哪裡見過。可是這個見過的熟悉感，可能跟你以前的戀情、跟好感、跟對愛情的渴望有關。突然好像一瞬間只出現了半秒或1秒的對於新能量的渴望，那這裡就是宇宙正在偷偷的幫你拆除那個情感的防線。所以第二組脫單的能量不是要被誰追求啦，它也不是在提示你要讓自己重新相信愛，而是第二組的在講什麼？你會被迫被推移，被好的能量推移往前，讓自己重新相信愛。那會是什麼樣子的情況？被迫被你無法預測的事件所推動了。譬如看一個電影，
今天你完全不想去看電影，任何的愛情喜劇，完全不想去看什麼的。也許你還以為想說要去看恐怖片，或者去看動漫這樣。朋友邀請你的，你也就覺得哦，反正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好了。誒，沒想到最受感動的是你。那一瞬間，你被迫了進入了宇宙所安排的我剛說的 ABCD 的不同的線的其中一條線的時候，你就自然的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愛的信任。突然重新的在那一瞬間，即便你不說放在心裡，可是你心裡覺得說，我好像有感覺到愛的出現。也許它像煙火一樣綻放了一下在你心底，隔天起來又沒了。可是至少這一個情感的防線，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裂痕破碎了，打開了。打開了之後呢，死神牌就找到了交替的能量，塔牌的逆位就找到了重建的奇蹟。所以我們再看死神牌跟權杖騎士這裡哦，死神牌要找到這一個突破防線的裂縫契機的時候，它是要為你帶來能量交替啦，舊新能量的交替，舊能量的交替。那它有一些動能，所以權杖騎士帶來的動能就出現了。那這個動能是什麼？讓很多這些要讓你被迫發生的這些事情，它要有動能。譬如宇宙用權杖騎士的火能量讓這個人出現，然後出現的時候，你心底的那個煙火或是那個裂縫出現的時候，它有一個改變，心情有一種一點一點的改變。要累積那個心情，需要一些動能啊。也許幾個月前或1年前結束一段關係，或是最近剛搬離某一個新的地方，換新工作，反正有很多都跟重新出發開始的，都跟死神舊新交換的這個關係有的，就是舊的章節結束進新的這樣。這種狀況一出現的時候，權杖騎士的火能量就會偷跑進來，他要把新能量注入成新的動力，讓你去轉移別的方向，讓你去改變很多東西。就像我剛剛講的。改變新的位置位移的，改變新的工作，然後去參加一些，或是受到一些朋友的邀約，都是你可能之前都沒有去的生活節奏的改变。這就是權杖騎士的能量在裡面，突然用一種很強的正能量衝進來，拉着你跑，這就是我們說的被迫。那因為權杖騎士的能量是很熱烈、直接的啦，超級行動派的啦，所以這個人也因為權杖騎士的能量這樣子來，所以這個人出現的時候這個人的個性應該跟你剛開始接觸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其實很外向，他對他自己的事情很有信心，很有企圖心。他現在非常專注某件事情，可能是工作上的提升，或是業績、年度總業績這種，而且做得很好。然後你會發現他的節奏感跟他的活力，你有點難駕馭。主要是他的活力是飽滿的，而你在轉換期，那你有可能會被他現在身上所擁有的那種能量所吸引，還有。他對於未知的世界的渴望，未知的成就的渴望，未知的夢想的渴望，這其中帶來了很多的勇氣。這一種企圖心你會被他吸引，因為你最近這個企圖這方面的東西不是沒有，是變薄弱，讓你寧願淡忘這樣子。因為你可能覺得這樣比較舒適、慵懶、舒坦，我不想要去追放鬆這樣，我沒有要這麼多的自己找麻煩。那個是你這一段時間暫時失去的那個相信，可是對方身上有。那從權杖騎士的能量去搭配宇宙可能要帶來給你的這一個新的人的能量，我覺得他配合着火能量，他是一個很直接表達的人。他喜歡你，覺得你很特別，他會講得很直接。可是你會發現，他講的很直接的內容裡面，他沒有任何的渴望，或是需要你回應他多好，或是回報他，或是跟他交換什麼，其實沒有。他就是只是。喜歡就說，覺得好就說，那主要是死神在這邊出現的時候，他讓這一個人的出現很像是一種你進到一個關口，然後有人帶領你去走，有點像服務生啊、導遊啊，或者餐廳帶你去到你的位置坐下的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出現很像就是立刻。被他引導到新的模式裡，然後在這個新的模式裡，你會有一種很奇妙的幻覺，說好像到了一個新的區域，不現實。那是因為這一個人所帶來的一個新的能量，可能是你原本不熟悉的，或是你遺忘很久的，基本上比較偏離，你比較不熟悉的。他這種感覺很像什麼？很像你去迪士尼或環球影城這樣，一進入閘口，
檢完票之後，驗完票之後，好像進入到一個新世界的感覺。這個人的出現會帶來這一種很奇妙的轉換，因為他搭配了死神牌的那種舊型的切割，所以這個人出現的時候，如果你夠敏感，你會知道他來了。只是你會發現，他好像沒有特別任何目的，然後他唯一的讓你很在意的是，他的存在感是他就出現了，他就出現了。可是他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討好你喜歡你，要跟你在一起追求你，不是，他會有一種奇妙的，他就出現了。他的出現之後，就轉換了很多你身上的感覺，然後搭配了死神牌，搭配了塔牌的逆位。好像有很多磚瓦，你的防衛心跟你對愛情的不相信，或是原本那種不期不待的感覺，怎麼好像這些就是那一種紅磚砌的牆，一個一個被打破，這樣好像一塊一塊就被打開了。總之他出現的時候，你會有一個非常微妙的感覺，知道他出現了。再來魔術師牌跟聖杯三的逆位，這兩張牌如果在這10張牌，他們兩個是搭配一起的話，我會覺得你們的相遇的時間點，如果我們以對的時間這個概念來說，確實是比較不好的時間。因為魔術師牌帶來了某種創造力，可是聖杯三的逆位帶來了某種情感未明的時間線，然後人際關係界限混亂的時間線，這樣，所以你們的相遇。我覺得應該算是2個人都還沒有準備好要進入一段新戀情的階段，而且他可能還比你更嚴重，所以才會在權杖騎士出現的時候，我才說他好像沒帶着任何渴望，他正在活在一個很喜歡自己的一個狀態，所以他現在這個階段非常常讓很多人誤會。他對他們有意思，可是其實不是，主要是因為他剛脫離一段關係，他其實比你應該更沒有走出舊的感覺，所以他沒有任何意圖是想要成為誰的新戀人，或誰會成為他的新戀人這樣。他把自己放得非常非常簡單，這個就是聖杯三的逆位在講的。他現在是一個情感未明的狀態，可是因為魔術師牌在這10張牌也出現了，以宇宙的時間能量上來說，你們要見面了。但是以個人的能量整理來說，還沒有整理完就見面了。最簡單來說就這樣，因為魔術師牌的訊息比較像是說，我已經看到了，四方能量都已經準備好了，可以見面了吧？所以我們用擬人化的方式來詢問，所以他回頭問宇宙說：“現在不就是見面的最好時間嗎？”那宇宙跟他講說：“是也可以見面啊，可是他們2個還沒有準備好。”那魔術師牌講說，可是再也沒有更好的時間點，不是時間點，再也沒有更好的能量聚集的時刻了。現在已經是最好的能量聚集時刻了，他們各方面的能量已經到最高時間了。如果一定要等他们2個能量變好的話，正能量的分配或是平均平衡可能就沒有現在最好了，會有這樣子一個狀況。所以他出了聖杯三的逆位的牌，在告訴整個狀況是說，這2個人一遇到的時候，不會那麼交心，不會那麼契合，不會那種一見如故，不會立刻覺得就是他的感覺。愛情的角度上，可是會有一種很奇妙的熟悉感，然後碰撞感，然後會有一種靈魂好像已經認識的感覺。那什麼？那是因為如果以共識性來說，他已經先預示了你們未來的吻合，未來的契合。可是現在這一個劇本好像沒有照着走。能量跟魔術師牌這2個都是好的能量，同時出現的時候，結果他們發現他們沒共識。可是如果他們2個都各自獨立的話，都是一個好的出現，就是對於2個愛情遇到的時候是一個好的能量。可是魔術師牌這裡變成是說，這是2個還不錯，都是很好的案子，很難選哦。2個案子都不是最完美的，可是都是好的案子，這樣很難選。但是你能執行這個案子只有一個時間。所以一定要2選1這樣，那大概是這樣。可是現在的意思是說，就2種，我要把它講成很白話的話，我就這樣講好了。其實啦，你們現在的遇見已經很難得了，
只是兩個人都還沒有準備好，但是已經準備得夠好了，就這樣。當然，你們也可以完全準備好了，就在遇見。可是，可能旁邊的能量、宇宙的能量，要幫你們創造更多的巧合，好的時間點就沒有現在這個時候會很多。所以這一次的遇見，有點小小的冒險性跟挑戰性。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兩個人相應會產生某種疑惑，會覺得說，我好像覺得就是這個人，可是為什麼好像很多東西都沒有搭起來，也不順？可是又覺得這個人很熟悉，然後好像我已經認識過他了，可是又覺得好像有一個東西在隔閡着你們。這就是聖杯三的逆位的水能量，它是混亂的，它一直很難確定是什麼。結果我們往深的底下在探求的時候，原來是兩個人對於舊的愛情啊，死神牌要求你們的切割，把舊的丟掉，進新的。你的進度還比較好，他的進度比較差。然後可是因為權杖騎士的能量在他身上，所以他表現得更像是他有一個新生命、新活力。可是聖杯三的逆位在告訴我說，沒有，他反而還更念舊。他可能還沒有完全走出來，所以他的前進會讓人產生疑惑。這樣，那就是因為他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可是這個時間又是對的。其實你也還沒有完全準備好，主要是因為他一出現，你一出現的時候，其實兩個人心裡都有一種感覺，就是說，哇，這是愛情要出現了嗎？我要去伸手去接嗎？還是就先放在那裡就好了？所以前面你們一開始遇到的時候，會有，很多，也不能說曖昧，我覺得會有很多綁手綁腳的感覺。但是我會覺得比較相信魔術師牌的概念，就是因為他跟宇宙確定了，宇宙也跟他講說，沒錯啦，其實是能量都準備好了，可是其實應該還有更好的時間點，但是沒辦法了，這是最後一班船了，再不上就沒有了，差不多是這樣的概念。好，這前面大概希望你聽得懂一點，我盡量抓那個重點。那我們再往下講，到金幣九跟權杖三。我覺得金幣九跟權杖三有比較，再去剛把這個前面的這個聖杯三逆位的混亂，再給一些未來的希望。這兩張牌的出現告訴你們說，慢慢相處下去，你們會彼此會發現，對方身上有你所期待的那一個模樣。因為金幣九象徵那種很強烈的自我的吸引力，也就是說，你們彼此其實不用刻意釋放彼此的魅力，當然也可以依戀舊的感覺都沒有關係。可是你們彼此的能量在相遇的時候，其實已經在很亮的亮度了，雖然不是最亮，不是最好，可是已經在很好的位置了。那權杖三代表的是說，你們兩個一相遇的時候，其實是能夠看到未來的。所以剛前面才說有一些熟悉感出現，那個就是你們共識性未來的那種好的契合的度，已經先暗示這一次的遇見是好的。最後一個可信任的熟悉感有出現，所以你們兩個互相觀察一陣子之後，就會發現說彼此很特別，然後也會漸漸的去發現兩個人都不是完美無缺的，然後那些缺陷，那些可能對於舊感情的一些不時透露的一些小悲傷跟小掛念，反而立體了你們如何走到現在的這一種堅強真實的勇氣的感覺。那我跟你講，他跟你的不一樣，是他有權杖騎士的能量，所以他會更強化自己有勇氣，對未來的方向感很樂觀這個方向。可是不代表他內心有跟上了，只是他找到了這個方法，讓他，你也可以說是催眠自己，可是他要讓他自己習慣，他是對於未來是有正能量的向往的。而這一點剛好被你剛好吸引到你，你會想跟上。只是你們在更靠近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內在那個兩個人彼此內在的破碎的程度不太一樣。好，等到你們在更熟悉的時候，也許他內在比你更破碎的地方，你就能夠安慰他、治療他了。那因為有金幣九的能量，所以在愛情上面，他不會一開始就往你這邊衝過來，直接告訴你說他喜歡你或什麼，不會。但他會有很多的讚美，會讓你發現說他知道你很好。他要等在最好的時機，才會直接切入到關於愛情的感覺。他會讓你感覺到你是被整個能量選中的，因為他有點難以抗拒對你的喜歡，然後你會感覺到你們兩個的相遇是被時間選定的。那你們也會發現，其實這不是偶然的邂逅，而是你們兩個會在分享過去的故事線的時候，才發現說你們兩個的遇見可能是真的，中間有很多的交織路線把你們兩個湊在一起。譬如，其實你們早就有共同的朋友了。然後，其實你們在以前的某些地方已經有同時去過了，只是沒有認識到，或是
他也有可能，甚至你們兩個有共同的，你們曾在同一個都市一起生活成長，也有可能你們有念過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大學，只是不同科系之類的。你們會發現，你們過去的路徑有越來越走到相遇的這一刻。你會發現，你們兩個經歷了很多的過去的風景很類似，不然就是很靠近。朋友跟朋友之間其實是有重疊的，只是兩個一直沒有遇到。好，他這一個金幣九跟權杖三的能量就在這邊，好像在過去的很久之前就已經在某種直覺上面，你們所做的選擇就是為了要走到這個交匯點。你們兩個遇到的時候就有比較明確的這個感覺。那我們再來看金幣三跟聖杯六，其實金幣三跟聖杯六講的就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啦，尤其是聖杯六。聖杯六剛剛的能量在前面我已經講了，就是過去有很多東西很相似。然後金幣三代表說你們有一種共同成長的感覺，可是這個共同成長搭配聖杯六講的是你們過去有很多類似的成長經驗、類似的成長環境，甚至有共同的朋友，他的同學、你的同學、你的小學同學就是他的大學同學之類的，因為你們的靈魂在，因為這裡大概在我看牌這麼多久，通常如果走到這條路線的話，表示你們的靈魂在以前或是在不同象限裡面，其實已經有在一起過了。所以在很靠近的時候，靈魂有一直在不知道在午夜或是睡眠夢裡就有在互相召喚，說要讓你們兩個慢慢拉近。所以在潛意識或者直覺上面，你們所有做的決定都是一直在往你們兩個交匯的地方遇見。這一組啊，命定的感覺很重。不是說你們之前遇到的人都是錯的，而是你們的相遇好像必須帶着之前承載的很多的訓練跟經驗，才能夠讓你們現在在這裡相遇。靈魂召喚是召喚，可是它也有可能會抓錯時間而錯過這樣。所以，我們回到前面的魔術師牌，為何我說魔術師牌對宇宙有詢問說，現在是能量最好的時間點了？然後現在再不遇到，再不上這個船就沒了。其實就是這邊在講的。終於在很多的選擇之後，終於要讓你們相遇了，所以就不能再在意你們兩個人的內在心裡有沒有準備好。無論你們對過去的掛礙或什麼還沒有變得很完整，還是有一點留戀的話，但是這已經是最接近的時候。這個時候再不遇見，可能後面就要再繞很久了。現在在講的是這個哦。所以聖杯六其實有一個感覺是，你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一定真的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就是我知道是這個人，這個直覺會很強。然後聖杯三帶來的那一種，我跟這個人可以一起生活下去的安心感，也在內在浮現出來，只是很難確定是什麼。就是它會浮現出一種很強烈的信任感會出現哦。久別重逢啦，靈魂的概念是久別重逢啦哦。所以金幣三聖杯六這裡組起來，的確是證明了你們內在生活、心靈、熟悉感有一種非常強烈的連結。它已經超越了所謂的吸引力。好，前面講的那些吸引力只是表象的，讓你們有借口、有理由說哦，我想靠近他。可是看到這裡你們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另外翻別的牌的話，翻那個靈魂的牌我們之前會翻嘛？如果翻，應該大概也是在講說，你們的遇見可能是因為靈魂之前有一些約定了，之前的分開或相遇的時候可能不完善，然後靈魂有跟彼此約定說，如果有機會再靠近的話。如果能夠聽到彼此呼喊的聲音的話，一定要再相遇。這樣，所以我們再回來看死神牌跟魔術師牌的連線，這裡非常清楚一個訊息啦：舊的模式結束，新的戀情就要開始。而這一個關卡點就在你們現在最接近的時候。只是塔牌的逆位要做一個提示，就是說，如果你現在還太固執於自己的生活步調，不去接受現在有很多事情在強迫你做出改變。就是我們一開始講到，你要被迫出改變那可能最後一個轉彎你就沒有轉進去，就只差最後一個轉彎，你就要跟他遇見了，你就沒轉進去了。所以塔牌的逆位其實在講說，我們現在要在這個轉彎找到這一條路可能要有一點點去適應一下，順着自然的感覺是有很多的改變就接受去改變，這樣想要改變，主動想改變，被迫改變就改變。因為塔牌的逆位在講說，命運現在正在介入某些選擇，你的直覺如果接受就去接受，不要用太多過度的理性去判斷。因為有的時候我們過度的理性的智慧可能低於我們的直覺，因為我們的直覺是來自於靈魂的那個直覺，它可能比你更老成。但是主要是你聽不聽得到你的直覺說了什麼。
好，所以我們有時候才說冥想安靜還蠻重要的啦。因為有時候一冥想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走不出某一種思緒，你很難否定你內在某種思緒。他告訴你說：“我就是要做，要做。”內在思緒告訴你說：“我不要做。”你的理性告訴你說：“不能做，不能做。”可是你的直覺告訴你說：“要做，要做。”你就突然把它變成比例上去比較上去，表現說完蛋了，直覺比較強，然後理智通常是處在一種保護自己的狀態，所以內在會一種完蛋了，我保護不了自己了，直覺就告訴我要去冒這個險嘛。可是有的時候就是因為能量進來了，你的內在的靈魂他醒了，他覺得他聽得到那個直覺了，所以有的時候要練習安靜下來去聽直覺怎麼說。那如果你要我說你要去問朋友的意見的話，記得你要問不同象限的星座的朋友，你不能永遠都問金牛座的朋友，你也不能永遠都問牡羊座的朋友，他们是完全不同思考模式的。你最好4種象限的朋友都去問過一遍。好，風的去問看雙子座，去問看天秤座。好，土的問金牛座、處女座。好，然後水的去問看看雙魚座、天蠍座。火的牡羊座、射手座去問看看，你會發現他們的理性、理智給你的意見是不同層次的。然後你再看上去對照你內在的直覺，你大概會發現有些人比較吻合，有些人的概念比較吻合你內在的直覺。然後再加上你是什麼星座，你是哪個象限的，好，要練習聽一下那個直覺。好，那我再看一下最後。總之啦，其實這10張牌哈，有些牌可能沒講到，不知道，我大概都直接講。因為有些大牌啊，譬如說塔牌、逆位死神、魔術師牌哈，我覺得它綜合在講說，其實節奏比較快，1到3個月內哈，這個應該要出現的，它會打亂你的生活。核心是這樣，然後你會發現你的生活有一種節奏開始要變了，你必須選擇變了這樣哈，然後開始有一種想要重新定義了什麼，很難去思考要定義什麼，反正會有一種很奇妙的狀況出現哈，然後它有一種干預感，干預你要做出改變或選擇的情況出現，這個人出現之後就有，但你不會不愉快，你只是有一種手上有2個好東西，不知道選哪一個的感覺。好，有一種奢侈的煩惱的感覺。那10張牌大概都講到了。好，那我再重新看一下哈，有什麼要補充的哈？這10張牌還有另外一個核心定義，就是這段關係其實不是偶然的，其實是長久能量時間安排到了你的人生需要重新開機的一個關鍵點。哦，它的出現就是這個關鍵點。它的出現不一定是要立刻進入愛情，可是它所帶來的影響力跟團隊影響力，在這1到3個月內會對你有很大的改變，好的改變，因為這一個轉彎很重要，好像已經期待很久了這個轉彎。哦，那我有的時候要提示一件事情哦，因為我後來看牌看久，我發現有的時候這種能量來，它不全然都是新戀人，我只能說是新能量。它有可能是你舊的、遇見的，或是前任交往過的，它已經變成完全的新能量的回來，也有可能。但是基本上大致上會比較去抓全新的人。尤其在這張牌，你們遇見的時候會有一種陌生感。可是它其中還有聖杯6的什麼熟悉感，這一組牌有出現聖杯6，所以我才特別把這個東西講出來。但是幾率比較小，因為這裡的聖杯6的能量在講的是靈魂的熟悉，而不是表象的熟悉。但是也不無可能哈。不過我只是提示你不要排斥，完全排斥可能以前舊的能量回歸的這個概念。好，我再看一下。記得這一組，它剛出現的時候，一開始是混亂的，然後土能量都進來之後，才會進到穩定。好，為什麼？因為死神牌所帶來的舊跟新的跨越，你腳抬起來跨越的那個時候，有可能是站不穩，因為你就一隻腳踩在地上，所以它會有一個小小的混亂。然後加上權杖騎士的能量進來，有點衝，有點不穩，但是要趕快跨過去，所以它一開始就有點混亂的。不過很快的，你就會找到那一個新世界的感覺啦。然後這一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這組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沒什麼風能量。好，當然魔術師牌裡面有啦，可是核心不在風能量，表示什麼？這組請不要過度思考、過度判斷、過度分析，需要靠很強烈的直覺跟想要往前走的這個渴望。好，他也沒有特別說要有勇氣，可是他希望你去對於新能量、新活力、新未來有一種很強烈的渴望，走下去就對了。還有接受，他一開始其實是不完美的，但是他後面會穩下來。好，那這就是2號牌的全部訊息哈。我覺得這組有點難，因為它對沖的能量很多，但是還好沒有很強的風能量再來做第2層的對沖。可是大概就是這樣。好，我覺得應該給你不錯的信息，那就我們一起樂觀的期待吧。先來聽我祝福你。好，我們現在來看選擇第3張牌的朋友哈。我覺得第3張牌整個牌面10張牌看下來的話，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沒有太多的外力的推動，也沒有什麼雜質跟混亂在破壞哦。它很像宇宙安排了一個非常長時間的路徑，有一個步驟按部就班的，就會讓你們走到那一個相遇的時空，就像可能有一個spotlight照着某一個森林的一個園地這樣。你們在整個人生的路徑上，就像穿越那個森林，有很多的迷路，有很多的選擇，有很多的莫名其妙就輾轉的走到了那一個照亮的位置，好像是巧合，好像什麼？可是這整組牌看起來好像就是一種安排好的，就是命運安排好的某種相遇。我覺得他這組牌全部看起來就是有一個能量一直在牽引你們，慢慢的走到那個位置了哈。好像很早很早，你們就已經走到那個軌道裡了。因為這整組牌沒有什麼強烈的破壞能量，反而呈現很多的平衡，還有補償，還有一種很順意的流動，緩緩的，也沒什麼懸念，也沒什麼奇妙的東西，也沒什麼爆破，一切就剛剛好的感覺哈。我們從月亮牌跟節制牌先看到的話，我覺得其實一切現在雖然還沒有顯化出那個整個愛情的狀況，可是宇宙好像校準的非常明確，因為月亮牌本來就象徵某種不確定嘛，還有潛意識、夢境、直覺這些我們都知道。可是這張牌，我覺得它在這個位置出現的時候，被我抽出來的時候，我覺得它在強調的是愛情現在還在那個迷霧裡面。那它這個迷霧有可能會把愛情真實的樣貌先顯現在你的夢境裡。你可能本來不做夢，最近很常做夢，然後每次夢裡的劇情都是有一個模糊的人影跟某個人在互動，他可能會有面向、形狀都在改變，可是他就是會有一種類似的劇情，就是好像你在跟一個陌生人做互動，然後這個陌生人不論是各種形象，可是都呈現某種類似的感覺。那他每次在你醒了會有一種奇妙的預感，好像是在你醒來的大概頭1分鐘，你會覺得這個人我認識，這個人我認識，這個人我認識，然後這個人要來了，這個人快靠近了，這樣子，但是一下就消散了。但是它有浮現在你醒來的那一個還在夢境與真實交界的時候，會有這一份相信會出來。這就是月亮牌裡面帶來的某種，我覺得某種靈魂的召喚已經有一點點跡象跑出來了。那節制牌這裡比較關鍵哈，它代表說宇宙正在調整這一個夢境與真實之間的那個頻率的對接，也就在講你跟他的對接，可能在夢境裡的時候、離開的時候、召喚的時候，已經有某種契合度已經被發現了。然後他現在節制牌進入，他有點像是介入進來去做這個調頻，所以節制牌出現的時候，常常在講啦，當人正在處在成長、恢復或是自我修正、自我調整的時候，通常愛情不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因為他在調頻，還沒調到對的位置，還沒有看準目標。但這個階段你會明顯感覺到有些東西變化了。你會發現自己更有耐心，對人更有耐心，都是類似一些比以前好的感覺，更有耐心啊，生活節奏跟以前更有秩序，或是更豐富。然後你跟人的相處，認識新朋友、舊朋友，跟朋友相處的時候，你發現你的語言、社交能力各方面都偏向於比以前更加的柔軟圓滑。然後，如果你本來是比較社交比較遠離的，最近你好像沒那麼抗拒人群，它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因為節制牌在跟你跟陌生環境領域區域的能量在做一個調和，因為
我剛說了，像靈魂這個位置的時候，可能在夢境裡面已經在互相召喚，所以必須彼此都要去踏進可能不那麼熟悉的區域。哦，那節制牌證明了這一份跨出去踏進已經有初步的移動，所以節制牌進入作為一種助力跟調和，在不斷幫你排除很多萬難，所以這整組牌看起來才會說很多沒有什麼阻礙，哦，沒有什麼阻礙，順順的就要走到那裡了。因為時間點差不多到了，可能你們人生的故事線已經走到了非常靠近的位置了。就講一個很簡單的，你本來從來不會去上某些課程，或是你從來不會去健身房運動，最近突然被整個意識影響，你就去了，你就會開始認識沒遇見的人。其實節制牌就在你做出這些決定的時候幫你開路，好，你就覺得好像也沒那麼抗拒了，就去，然後去的時候好像也很順，沒你想象中的那麼難。這樣認識人、認識環境、新環境都沒你想象那麼難。主要是以今天這個命定的戀人的關係來說的話，節制牌有花了蠻大的力氣跟能量在幫你們調整在一致的能量波段裡要對齊。所以現在它可能還沒出現，可是這裡看起來整副牌看起來就是宇宙正在幫你們的狀態做一個對準，也因為靠近了，所以才有機會對得很準啦。哦，那再來到了寶劍侍者跟金幣五的逆位的時候，我覺得，金幣五的逆位已經讓你要走出那種匱乏了。哦，那走出來的時候有一些動能跟移動感，寶劍侍者就出現了。新的走出匱乏，然後進入一種比較不匱乏、比較要接近豐盛的狀態的這種狀態搭配的時候，它就是一個離開的感覺。所以你最近會開始經歷一種你自我懷疑，是我是不是不適合談戀愛的時期。好，那是因為金幣五的逆位要讓你從孤獨跟完全不相信愛情這件事情，缺乏這種復原，你已經不再是肯定句了，就是我不適合戀愛了。好，其實我不配，我沒有戀愛的能力，轉換成疑問句，我是不是不適合戀愛了？雖然還是處於否定區，可它已經變成是問號。它已經在逆位的時候讓你走出來，加入一些可能性。所以過去你可能曾經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啊，不被看到啊，總是遇不到對的人啦。但現在不同了啦，你開始心裡有一種奇妙的希望感跑出來。主要是我剛剛說的前面的夢境，夢裡所帶來的某種意識有流到現實生活裡面，因為在夢裡有被愛、有被照顧、有被關懷、有被理解。雖然沒有內容，可是感受有留下來，所以回到真實世界的時候，突然就有一種，我好像還有機會，但是目前以理智判斷來還是不適合這樣。可是如果真的很靠近的時候，我願意嘗試嗎？答案是願意，因為寶劍侍者這邊會帶來新的想法、新的觀察，從夢境裡面帶來的感覺，加入了比較理性的想法跟觀察之後，這張牌再告訴你說，你是不是已經開始重新對世界啊、新的愛感到好奇了呢？尤其是對整個世界新的東西感到好奇，就是你可能以前在愛情裡，或是在你的生活裡面，你对於什麼打扮啊、新衣服啊、新的流行資訊啊，大家現在主要在買的可愛的東西、流行的東西，這些你都沒有興趣。可是最近你開始走進新的社交圈，或是開始跟朋友比較頻率比較高的出現的時候，這些話題都會出現的時候，你的打扮會改變。然後你可能會學着要去買新東西，接觸新的東西，最近看的東西，這些很小很小的日常生活的一個小步驟，可是能量卻很大哦，因為它就像是打開一個很重的門，這個門很大，就像你看電影說一個超級大的門要推開，它不難推，但是它推開的速度很慢，它慢慢推開，這些所有的小動作，就是你對這個門施的那個力道，在慢慢的推開，推開什麼？寶劍侍者要你看到後面的新境界，要你走出這個門，原本你待在的那個孤獨世界裡。打開之後，光亮進來，然後逆光的方式往那邊看的時候，雖然很亮，不知道外面是什麼，可是等到眼睛視覺習慣的時候，就會發現你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新的視野。而現在就是這一個新視野的過程裡，打開門的過程裡。所以所謂的脫單的這種能量啊，其實往往不是有沒有人出現啦，而是你有沒有要站在被人看見的位置。你本來是站在門後的，想看的人也看不到，因為現在你自己把門打開了，就表示你願意被看見了。那你就會慢慢的恢復成在戀愛的視角裡、視野裡面的存在，
無論你是不是自我懷疑，我是不是不適合談戀愛，其實那都不重要。重點是你有想試看看，你有想找看看有沒有新的可能性。寶劍侍者在這邊推動了很強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小起點，好像那一個第一步靠了寶劍侍者裡面把你的腳抬起來了。好，那再來我們再看到金幣6跟聖杯1了。我覺得這個牌很好，它就是新的情感的互動我覺得它要萌芽了。在這10張牌裡面，我覺得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獨立出來的一個段落，因為金幣6是一種互相給予回饋啊，然後聖杯1是一種情感的新的開始，前面有侍者的開始了，聖杯1的開始又出來了，所以可是這邊搭配到金幣6的時候，代表什麼？你很有可能遇到的這一個人，是一個很願意傾聽，也很願意給予的人。他跟你之間的互動，應該他會着重在不要給你任何壓力，他只希望在你旁邊。然後初期你們應該不會互相歸類彼此為戀愛對象，可是會有一種夥伴、同伴、旅伴的那個伴的感覺會出現，所以它有很多可能性。它可能會有同事啊、合作夥伴、朋友的朋友啊，或是課程上的同學這樣。你們一開始就有共同點、共同的興趣、共同的方向、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喜好。它出現的時候就會有，那很淡，可是會有。你可能都不認為會有出現這樣的人，但是他就是會有。那他不會很誇張的、華麗的出現，沒有這種東西，他不是這個。但是他一出現的時候，他破題的就會讓你發現，他注意到一些只有你知道的小細節，只有你在的小細節。然後你跟他的觀點是一樣的，價值觀是一樣的。譬如說，喜歡什麼樣的咖啡啊？喜歡什麼樣的電影啊？最近關心什麼啊？喜歡什麼樣子的公仔啊、玩偶啊、流行的物件這些的，好，或是你們在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開始有一些困難點啊，還在煩惱什麼事情的時候，他那邊已經有解決的答案了，會類似這樣。因為這就是聖杯1的能量啦。一開始的時候接觸的時候，就有一種柔軟、真誠、讓人安心的開始，是情緒上的安心的開始，不是土能量情緒上的安心的開始。可是偏偏缺的這個土能量的安心，跟聖杯的安心不同的，缺的這個土能量，卻在金幣6這裡給到了。他的給予的主動性很強，他會立刻因為水能量而發現你的需求。所以在跟他討論聊天，一開始認識的時候，隨便講一些小煩惱或什麼的，可能只是隨便聊的時候，你發現他那邊都有答案。他很快就會在你的心情上各種缺陷啊，需要被補齊的位置的時候，他都能夠找到平衡點。主要就是你跟他相處的時候，發現你不會太累，不會需要出太多的力，他都能夠讓你相處變得很自在。他是很自然的，他不是一直刻意要去補齊你對話裡面的內容，他就是他都知道，他都感覺得到，然後他明白你這樣。好，即便安靜，他也明白你安靜的片刻。那這個不是他單方面要對你付出的，因為是聖杯6，金幣6，所以它是互相的，互相在這個互動裡面各取所需，所以就各自的在靠彼此靠近。你們一開始遇到的時候，就會有蠻不錯的相處，沒有什麼距離感。記得這一整組牌沒什麼距離感，沒什麼阻礙。那我們再看到命運之輪跟金幣1啊，我覺得這個搭配很特別，因為命運之輪本來就在釋放能量，已經到了一個不錯的中心點，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感覺。然後金幣1出現的時候，它要具體化整個命運之輪所要帶動的方向。命運之輪帶動說，宇宙有一些時間的轉動，要走到對的時間點了，可是要具體的去顯化該發生的事情的時候，就剛好發生到金幣1。其實他要顯化這一個人是在你生活裡面你一定要遇到的重要的人，不論是他往愛情或什麼，這個人是你人生裡面一定要遇到的重要的人。他對你的生活很有效果。好，我用效果是，我不想用影響力，是因為影響力好像是你不需要而被額外的影響而改變。那有效果比較像是，就像我們前面講的水能量聖杯這個。他會知道你需要什麼，而出手，所以對於補齊你、幫助你各方面是很有效果的。他的出現是這樣，所以他出現的時機很重要，是剛好你還沒有那麼確定自己需要有人幫忙，或需要有人幫助、需要有人出現、需要有人陪伴的那個時刻的時候，他出現，所以你才發現說，我正好需要這樣子的人的出現。
這個我覺得，因為是命運之輪，所以它是宇宙所創造的這個相遇的一個瞬間。有很多的剛好，它出現的時候會出現在很多的剛好的狀況。可能有什麼？可能有偶然的聚會，你本來不去，後來想說好了去那種臨時的邀約，這樣。可能是原本的邀約被改掉了，然後變成是大家出去閒逛，自己去找自己的事情的時候，結果就在那邊遇到了。然後也有可能是突然間下班或下課，你想回家休息，可是朋友把你硬要拉去什麼活動，你就剛好遇到了。它的出現很像是，安排好的錯誤，一切都剛剛好要在那個錯誤出現。譬如說，就像它很像什麼？它很像你拿到票去坐位置，結果坐錯了。不知道是他做錯還是你做錯，但是這個是有一個安排好的，有對的內容，可是卻錯的瞬間，像這樣，可能只是看錯車廂，可能只是看錯 A B C D E， 看錯 D 或 E 這樣而已，這種很簡單的安排好的錯誤，這樣會非常剛好，然後會在你兩個眼神交匯的時候，突然就覺得這個人不是路人，這個就是命運之輪的節奏，他前面布局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到下半場就是要遇見，因為後面還有別的東西要轉，終要在這邊相遇。可是他用這種命運之輪會有非常多的巧合，而這巧合都偏向於好運，所以他這個巧合是帶來好現象的。所以繞了一圈之後，在這種很奇妙的巧合裡面遇到的時候，前面很多所謂的4者的重新出發的能量就跑出來了，所以你才會覺得說，這個人好有感覺，他不是個陌生人，會有一種不是個陌生人，原本只是坐錯位置在旁邊。不會對話，這一次就會對話了，彼此就開始彼此有興趣，彼此聊起來，就一種很奇怪的能量，覺得我們是同一種能量的人。好，那再到權杖4者到聖杯騎士，他會主動，所以他會開口，然後你也沒有等他開口，但你就覺得回應他很舒服，因為剛好聖杯騎士、權杖4者，它就是一種很互補的能量，它會帶來熱情的好奇，還有浪漫的一種誠懇啦。所以他一定在這整個能量看起來，我覺得偏向他了。他會主動接近你，他主動對你對話這樣子，然後你也沒有那麼驚喜，但你很開心，他主動了這樣。他可能會問你說，你也去，譬如說買錯位置這個概念來說，就跟你說，你也到這個城市哦，你也往那裡走這樣。即便也許他會先下車還是什麼，但是他會就這樣先聊起來。然後閒聊起來之後，你也沒有很避諱，你也沒有很防備，就開始往下聊，就說沒有啊，去參加什麼這樣啊，我可能什麼什麼這樣，我可能要往北出口啊什麼這樣，就隨意的聊天這樣，就越聊越多內容這樣，然後會發現彼此身上可能包包上面掛的一些公仔什麼是類似的，就開始聊起來，你們會很快的就找到興趣相同的東西。好，因為聖杯騎士代表的是這一個真心的交流是暢快的，沒有什麼曖昧的，沒有什麼猜測的。他想知道你想什麼，你想知道他想什麼，就變得很簡單的對話，沒有什麼刺激，而是這個對話一開始在互動，它就產生一種非常很強烈的安心的感覺，而這個安心的感覺卻變成你們兩個交流的很強的力道。好，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整體遇到的時候，從遇到開始就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然後一開始看起來好像小心翼翼的兩個人在靠近啊。可是因為這個巧合會讓你們發現說，好像也沒需要那麼小心哦。那它當然也會發生在，譬如說你去上什麼課程的時候，這個人就在你旁邊，這也是所謂的安排的巧合啦。或是去參加朋友的聚會，臨時去的，聚會已經有了，可是你被拉去是巧合，意外被拉去這樣，所以它會有很多這種。所以，但是他這邊還是有強調一個能量核心，這10張牌一個能量核心就是你一定要趕快準備好，或是不要再對於愛情出現的時候要產生的那一種焦慮，把它放下了啦。因為在能量的對齊調整上，已經要給你一個很好的現象了。所以對愛情進來，你要不要接住，或是覺得自己不夠配不上新的愛情，或是之前的愛情給你的一些挫折感，這些都可能會在這個人自然在巧遇巧合方面出現前，你應該會自然的調整好。只是因為這裡已經先看到了，所以你可以再着重一下，把這個東西強化一下，把自己的光送到天空一下，弄得比較好一點。你已經知道了嘛，那已經即將要發生了，但你可以把它不是包裝了，整理得更好。
因為節制牌跟命運之輪同時在這個牌組裡面我覺得宇宙對你很溫柔啦。他告訴你說，這個愛情不是你之前這麼多愛情的辛苦經驗之後給的一個獎勵跟安慰獎，它不是。它這個是真正的禮物要送給你的，不是因為你之前做了什麼，而是這個禮物真的等了太久了，所以你不需要去追，它自然而然就會送到你手上。所以前面的那種擔心或什麼，你可能前面就要在內心先把它放下，或是釋懷掉。為什麼？因為這個禮物是給值得的你啦。好像整個宇宙都已經看到你終究會走到值得領取這個禮物的位置。也許時間有所快慢，可是你終究要領取這個禮物。也就是說，你會變得很好，你已經變得比以前好了，所以你值得拿到這個禮物。只是你要不要相信，或是更樂觀的往這個領取禮物的路徑上走。好，他會慢慢的走進你的生活裡。其實啦，我覺得最慢的狀況是，當他走進你的生活裡面的時候，你才會發現說，原來你已經變好了。這是最後的關卡。只是因為我們這邊都已經翻開來了，他其實已經在告訴你說，你已經好了，各方面對愛情這方面已經好了。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還是比較習慣性去沉溺於所謂的焦慮裡面，來去懷念舊的愛情，用一種焦慮感、懷疑感、類似痛苦的感覺去懷念舊的感覺，怕完全失去。這個完全我懂。可是新的能量進來的時候，好，我覺得我們大家都人性的可以接受，你還有這一種想念，但是盡量把整個內在能量提升到更好的位置，把核心慢慢集中到自己身上。可能99%都是覺得我是值得被愛的，我是最好的，我適合更好的能量，或是我適合跟我相同的能量的人，慢慢的提升到這個位置，你就會領取這個禮物。但是我覺得這整副牌看起來就是你一定會領取這個禮物，都是沒有很大的擔心依照個性不同，就只有那個猶豫值跟自我懷疑的深淺度而已。因為這整組牌的狀況都很好，我覺得你在慢慢期待這個人會就這樣走進你的生活裡面因為他整個能量的節奏是循序漸進的，雖然他不會立刻跟你見面，也不會立刻跟你建立關係，可是他在命運之輪的很多的巧遇裡面，他會用一種輕巧的方式跟你見面，初次會有一種輕巧的對話，然後瞬間你們就感覺到頻率同步，然後感情萌芽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所以我們在這邊全部看起來，月亮牌跟節制牌其實是一種比較緩慢的週期的牌，它終究會走到你們要相遇認識的那個好的位置。而命運之輪呢，通常我們就是3個月的一個輪轉的感覺，3個月的這個輪轉時間快到了，你們要進入那種很強的巧合裡面了。還好這整組牌有它的主動性的牌有出現，所以你不用擔心你會錯過它，或是你被動，因為它會主動靠近，它不會讓這個錯過發生啦。然後我再全部因為其實重點都已經抓到，我再全部重新看一下其實這只是這張牌在講一個核心重點，就是其實啦，時間對了，其實人已經對了，就差一個時間，它會在一個非常剛剛好的時候，它就會出現了，就是一切都會自己發生那記得一開始不會有強烈的火花，所以不要太快否定說不是這個人或不是那個人這樣。因為節制牌在這邊跟命運之輪在這邊，他們一直在有一個穩定的能量在慢慢的發展到那個位置然後所以你現在就是盡可能的認識所有的新的人，感覺到新的人感覺都還不錯，就慢慢的相處下去。因為這一組你跟這個人會有一種慢熟的能量，因為這個慢熟的能量其實在找到只有你們兩個人獨特的節奏，所以這個人會有一個跡象，就是你會發現跟某個人的契合度、相同點、共同興趣、希望東西有越來越累積下來，在3個月內然後開始分享一些心事，會開始分享以前過去的事情。你們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你們對話裡都不需要假裝自己很堅強，或是假装自己比以前更好，反而会很自在的想要去展現出其實我也還沒好我也很焦慮什麼的這些的，完全不需要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這個人，你跟他的相處會有這一個瞬間。如果你跟某個人相處裡面是這個東西變得很強的話，記得你特別要留意一下你們之間有非常多的巧合啦，就是有可能有點像是不用去挖想法。
譬如說喜歡去旅行的國家，之前去旅行的國家哪裡覺得比較好玩，它會有很多巧合，在命運之輪所帶來的巧合就是，我也喜歡這個，我也去過，或是去哪裡京都或哪裡整條街，你們都特別喜歡某家餐廳某個東西的一個小甜點，在一些很無心的對話裡面找到很多共同點，這個也是命運之輪帶來的一個巧合的重疊。所以它就會變成你們的關係有很多的，好像已經真實的東西，好像已經共同發生的東西，其實不是，那是命運之輪所帶來的那個巧合點，它帶來了很多你們感情的各種小捷徑。所以其實你們的感情的捷徑在進度會在這3個其實會變得很快，都是因為這些巧合在命運之輪已經告訴你說，你們有很多的巧合幫你們挖出來，只要你們好好的相處之後，就會發現很多這種，然後你們彼此會很多就是討論很多東西，譬如說。喜歡的喜劇、幽默感的笑點，你們會很多的東西都很對拍，然後就發現說，對我也是這個感覺，然後兩個心裡都覺得說，對我就是要這個感覺，很自然的就接住了彼此，很自然的在不用刻意去提問、去問說，彼此的感覺，去確定彼此的感覺的時候，就很自然的就理解了彼此。這種親密感是一步一步的走到有安全感的位置哈。那，金幣5這裡的逆位其實也代表某種東西，就是你們開始遇到的時候，會發現有些生活上面的壓力，好像不用自己扛，有個人可以說，這個人可以分擔，而且他還很理解，而且彼此都還有對於不同經驗裡面的各種答案，你們就在生活裡面不需要特別去宣告你們的關係進到什麼程度了，也不用去猜測彼此的心意的時候，就好像慢慢的就彼此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從很多的對話。大量的傳訊息、聊天、聊一些無所事事、沒什麼重要的事情的時候，連接在一起，變成某種習慣，沒有壓力的習慣。需要的時候就傳，聊天的時候可能傳訊息聊會聊超過時間，可能一整天都有在互相傳訊息，很自然的聊天，就一天就過了。其實內容也沒聊什麼，也沒有特別去等對方回應，有回就回，有回就回應，有回就講下一個，講想要什麼就傳。這個其實就是。你們的能量其實，在相遇之前，在命運之輪走到下半場之前，就已經幫你們準備好了非常多的共同點，所以才會你們兩個之前走的路徑很多都有相似的點，然後慢慢的走到這個交匯點。所以我常常說，命運之輪出現比較像是後面一半，兩個人的關係已經走了50%，現在要走後面50%。所以他就會在後面50%慢慢展現為什麼你們兩個相遇就是這裡，很順，很有契合度，然後會慢慢意識到一個快要接近愛情或是交往的前面的一個前奏曲，就是內心都會出現說，我好像沒那麼孤單了，然後我也好像也不是一個人了，會開始有這個節奏感。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是你們兩個差不多已經找到了命運之輪和他們要幫你找到那個。我剛前面講說，你們兩個慢慢相處，是因為要找到兩個人共同旋律嘛？可能就這個旋律，差不多都要找到了。然後所謂的命定的脫單時間，它也有一點像是倒數到那個位置，可是其實在現在已經開始在倒數，已經在運作了。它其實是要在你們兩個每一次的對話裡面互相修復，然後彼此影響一些小改變，然後每一次的巧合，喜歡的東西、喜歡的興趣說出來，才發現說彼此都喜歡，或是甚至在街上或什麼就還一起遇到這樣。他會在這一次很多的各種湊巧之中，再慢慢幫你倒數你們兩個確定關係前的一些路徑。所以等到你們兩個確定關係的時候，你們會發現說，其實不用特別去確定我們兩個現在要確定關係，可是就已經很像了，已經很完整了。好。然後你們在回憶整個路徑，在回想這個路徑，才發現說，你們就是所謂的命中注定會走在一起的人，因為太多的可行性，然後還不用去證明你們兩個是適合在一起的，就很自然而然的很多東西就讓你們黏膩在一起，然後慢慢的把彼此帶向去那一種確定這個就是對的人的這個方向。其實這一整組牌的牌面很好。當我抽到一這樣抽下來的時候，我就知道說都還不用抽到10張，整個牌的邏輯就已經很好了。如果是一對一的翻牌的時候，我甚至覺得不用抽到第10張牌，我都已經覺得整個牌就是它已經在附近了。然後你慢慢的感受一下，
附近，因為本身你的能量已經變得蠻好的，你內在的光已經蠻好的，只要慢慢的把內在對於愛情的那一種懷疑慢慢的剔除掉，留一點點給自己的私人空間就好了。然後你的光會指引對方慢慢的靠近，然後靠近之後會發現很多舊的壞感覺都早就淡忘了。然後其實這整組牌其實就在講說，你們現在只差遇見啦，其他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好，那這個就是3號牌的內容哦。那很久沒翻到這麼順的牌了，所以講起來我就覺得蠻輕鬆的，有很多很不錯的相處的一種甜蜜跟小幸福在裡面串流哈。那我們一起樂觀期待吧哈。那謝謝你來聽，我祝福你。